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究竟指的是哪五胡？他们从哪来？后来又去哪了？为什么人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？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，一口气看懂五胡16国的黑暗时期。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被认为是从公元304年成汉政权和刘氏政权建立开始算起，至公元439年鲜卑北魏统一北方，开始与南宋对峙为止，共135年。公元581年，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，直至公元589年灭陈朝方，使中国结束了300年的动乱和分治。这段时期，匈奴、鲜卑、羯羌氐5个胡人大部落陆续建立了数个新兴政权，形成与南方政权对峙的时期。但事实上，五胡只是西晋末年各扰乱北方胡人的代表，其真实数目远非5个。要想理清这段历史，我们还要从司马懿家说起。三国后期，由于中原人口剧减，魏晋不断招抚五胡，100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数百万人，其中匈奴70万，羌人80万，氐人100万，鲜卑250万。八王之乱后，最终的赢家司马越并不是司马懿的后代，他是司马懿的4弟司马夔之孙，所以司马懿3代辛辛苦苦折腾了一辈子，最终却是给别人做了嫁衣。八王之乱爆发之后，晋室分裂，国力空虚，民生凋敝，晋朝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，以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为代表的五胡纷纷入主中原。公元304年，第一族领袖李雄占领了成都，自称成都王，史称成汉。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李史，史称前赵。成汉和前赵便是五胡建国的开始。八王之乱结束以后，最大的赢家司马越不但大权在握，而且重新立了个皇帝，紧接着就继续跑出去跟人打架。公元310年，前赵的建立者刘渊去世，四子刘聪弑杀皇帝刘和，夺权即位。就在刘聪登基的这一年冬天，司马越扔下了晋怀帝，司马炽率领忠于自己的所有人马逃跑了。原因竟然是因为他觉得洛阳离前赵太近了，不安全。可司马越却在南下的路上死了。接下来的战斗肯定是毫无悬念的。洛阳已经毫无抵抗之力，包括王公大臣在内的3万多人被杀，晋怀帝被俘，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，史称永嘉之乱。晋怀帝死后，晋武帝的另一个孙子司马业在长安登基，史称晋闵帝。可这个晋闵帝其实就是一个光杆司令，只有一个长安城。公元316年，刘聪再次攻破长安，晋闵帝自己乘坐羊车，脱去上衣，口衔御笔侍从，抬着棺材出城投降。晋闵帝投降以后，负责给刘聪扛旗倒酒，充当起了太监的角色。可就是这样，刘聪还是在2年后用一杯毒酒将他送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晋闵帝被杀后，士族王导、王敦等人扶植晋朝远房宗室司马睿，在一关难渡之后，即皇帝位建立东晋，历时51年的西晋正式灭亡。此时的东晋只占有着江南地区，整个中原地区都是胡人的天下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刘聪在平阳病逝，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刘粲继承了帝位。这个刘粲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娶了自己父亲的5个老婆，整日沉湎酒色，当了不到2个月的皇帝，就被他的老丈人宰相靳准杀死。前赵的大将刘耀和石勒同时起兵，在杀了靳准之后分道扬镳，刘耀继承前赵，而石勒则创立了新的政权，史称后赵。由于刘耀在关中地区对各民族采取高压政策，加上治国无方，一味征战，国势日颓。石勒则控制了河北广大地区。公元329年，石勒灭前赵，登基称帝。石勒驾崩后，其侄子石虎篡位，迁都邺城。石虎为人非常残暴，杀人如麻，荒淫无度，使得社会矛盾尖锐，百姓生活悲苦。石虎死后，诸子为争夺帝位，互相残杀。他的养孙汉人冉闵坐揽大权，最终于公元350年称帝，改国号为魏，史称冉魏。同时，石虎之子石之也在襄国称帝，内战全面爆发。这期间，东晋将领桓温率兵攻打第一个胡人政权成汉，成汉皇帝李氏投降，残余势力也被晋朝消灭，成汉正式灭亡。1年后，石止被手下大将刘显所杀，后赵灭亡。刘显在襄国称帝，建立刘显公国，仅1年就被冉闵消灭。在2赵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由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周燕政权经过一系列的混战，终于在慕容晃继位后平定了家族内部的纷争，成为了辽东最大的势力。公元352年，势力渐盛的前燕挥师南下冀州冉闵，被慕容俊擒获后处斩。不久之后，前燕军攻破邺城，冉魏灭亡，慕容俊则顺势迁都，继承称帝，史称前燕。此时，另一个新的政权也在悄悄崛起。第一族首领蒲怀圭之子符洪在永嘉之乱后归，推顺了前赵的皇帝刘耀，
前赵灭亡后，又投降了后赵的石虎。后赵内乱时，伏弘又归顺了东晋。伏弘死后，他的儿子苻建在三秦地带扩大了他爹的江山，建立了前秦称王，定都长安，与东晋断交，逐渐发展强盛。可惜苻建的儿子苻生实在是太残暴了，史书称他力大无穷，手革猛虎，但杀人不眨眼，碰见看不顺眼的就要砍人家的头。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就在苻生想要砍杀他的堂弟苻坚时，却被苻坚反杀，前秦的政权就这样落到了苻坚的手上。这个苻坚和前头那几位不大一样，虽然也很好战，但是却更喜欢文化。他重用汉儒王猛辅政，富国强兵，国力逐渐强盛。公元370年，苻坚派王猛、邓羌率军灭亡前燕，攻取关东6州，之后又用了6年的时间灭亡仇齿，收服吐谷浑，灭前凉，平定西域诸国疆域，一跃成为五胡之最，统一北方，史称前秦。十分注重教育建设，汉化改革有效地缓解了民族隔阂，为后秦北朝的汉化改革打下了基础。可取得如此成就的苻坚还是不满足，他开始梦想统一全国，于是就开始和南方政权死磕。公元379年，前秦攻占东晋战略重镇襄阳后，苻坚便想以100万之兵一举灭晋。公元383年，苻坚全面进攻东晋，东晋此时是谢安当国命。谢时，谢玄率水陆两军8万人迎敌，双方爆发了淝水之战，最终谢玄用激将法大败前秦大军，苻坚也中箭受伤。谢安得知喜讯后，兴奋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，跨过门槛的时候，踉踉跄跄的把脚上木屐的齿也碰断了，这是著名的典故折鸡齿的来历。淝水之战后，前秦的统治也随之瓦解，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乘机独立，黄河以北又在陷入分裂状态。公元383年，前燕降慕容垂最先发难，自称燕王，废除前秦年号，建立后燕政权，自己当上了皇帝。前秦北地长史慕容宏得知此消息后，集结数千鲜卑人，也自称为大将军，建立西燕政权。苻坚一看这都开始造反了，于是让儿子苻睿为统帅，在羌人将领姚苌的辅佐下出兵讨伐叛逆，没想到却在华泽大败，苻睿也被斩杀，姚苌只好畏罪潜逃，逃到了渭北。后来在族人的推举下建立了后秦政权。公元385年，西燕军攻陷长安城，苻坚逃至武将山时被姚苌俘虏，不久后被杀。苻坚的儿子苻丕则于晋阳继位。此时鲜卑酋长起伏，国人在陇西称大单于叛变前秦独立，建西秦政权1年后，拓跋圭称代往北魏帝国建立，北朝开始。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拓跋圭竟然会成为最后的赢家，而西燕军与前秦苻丕也展开大战，前秦军大败，兵州全部归属西燕。前秦开国重臣吕伯楼之子吕光趁机建立后梁政权。公元394年，前秦皇帝苻登在马毛山跟后秦皇帝姚兴交战，在废桥之战中被后秦击溃，升旗后遭斩首。太子苻崇被西秦的凉州刺史乞伏柯坦斩杀，前秦正式灭亡。公元396年后，后梁吕光遣使封河西鲜卑族拓跋无辜为征南大将军，但拓跋无辜决意要摆脱吕光的控制，谢绝了封爵，并于次年建立南梁政权。而吕光手下的得力干将段业也自立门户，建立了北凉政权。公元398年，后燕君主慕容宝在参河碑战役中被北魏击败，后燕被截成了南北2个部分，5万士卒被拓跋圭坑杀。原后燕宗室慕容德在华台自称燕王，建立南燕2年，后秦出兵灭亡西秦，但由于后秦的姚兴还想利用钱归父子在陇右的潜在势力，以巩固和扩大他在河龙的统治，所以对钱归父子及原西秦的势力采取了笼络的政策，保存了他们的实力，这就为以后钱归父子的复国创造了条件。而后梁在吕光死后，庶长子吕纂杀，嫡长子吕绍夺位，吕龙又杀吕纂自立，导致国势日益衰弱。公元403年，因后秦南梁、北梁的接连进攻，吕龙被迫降于后秦，后梁灭亡。公元407年，冯拔发动政变，灭后燕，用立后燕会闽帝慕容宝的养子搞勾离人慕容云为帝，定都龙城，仍沿用燕国号，史称北燕河道。匈奴赫连勃勃背叛后秦独立，建立夏国，全中国10国并立。此时东晋已经传到了第10位皇帝晋安帝时期，内乱频发，国势日衰。这时候刘裕集团崛起。公元409年，刘裕第一次率师北伐，进攻南燕，乞伏前归叛后秦复国，以亡国8年的西秦重新建国。此时全中国11国并立为最乱的时期。1年后，东晋刘裕攻陷广固，杀慕容超，南燕灭亡。公元414年，
南梁连年颗粒无收，西秦起伏赤盘，乘机袭取乐都，灭亡南梁。3年后，东晋刘裕攻破潼关，围攻长安，姚泓举国投降，被刘裕处死。姚氏嫡系宗族几乎全部被刘裕诛灭，后秦自此覆灭。公元420年，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，与宋王刘裕，东晋灭亡。1年后，北凉攻陷敦煌，李寻自杀，西凉灭亡。刘裕派人将晋恭帝司马德文闷死。公元431年，夏国皇帝赫连定进攻西秦南安，乞伏幕末出降，赫连定杀乞伏，磨没及其宗族500人，西秦灭亡。可就在赫连定西迁时，却被吐谷浑国突击，赫连定被擒，夏国也在同年灭亡。公元436年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出兵进攻北燕，冯弘只好弃龙城，投奔高句丽王国，北燕至此灭亡。3年后，拓跋焘率军包围姑臧，举渠木坚出将，北凉灭亡。北魏帝国统一华北。135年的五胡乱华时代结束，正式进入南北朝时代。